江宁儿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居然也有着了道被人下药的一天，而且这药劲儿还他妈贼猛。不想死就滚开！好可怕的样子哦！我们俩比起来，更虚弱的那个人明显是你，倒不如先帮我解了我的媚药。若是表现得好，本姑娘说不定大发慈悲，还会替你解毒，这样我俩都不需要死。说完，便不顾男人周身散发的寒气，长腿一跨，骑坐在了男人腰间。我会负责的。他的动作生疏且笨拙，却正因此点起了他心里的欲望。该死！终是没忍住烧心的邪火，翻身将他压下，不自觉地抱起了他，夺走他所有的呼吸。翌日，当秦俊业醒来时，身旁的人早已不在了。殿下，如何？属下无能。殿下，你所说的那个女人完全不知所踪。昨夜他虽因为毒发而导致短暂性的失明，看不清那女人的容貌，可他却很清楚地感觉到，是那个女人替他施针镇压住了当时几乎要他命的疼痛感。这么多年，他遍寻名医，甚至只求有谁能稍微压制一下他毒发时的痛苦，都毫无效果。而昨夜那个女人竟然可以。接着找，定要把她给我找出来。离开的江宁儿也并不好过，本就是出京人士，那人又太过投入，如今走的每一步都是酸软难受的，以至于他根本没有精力发现自己的双月翠玉诀已经丢了一半。刚下山，他就被一群人给围了起来。二小姐，跟我们走一趟吧。行，我跟你们走。京城朱雀街上，哐当一声就踢开了沛国公府的大门，十几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人滚落一地。这是怎么回事？小小见面礼，不知夫人可喜欢？你是什么人？我还以为夫人派这么多人去接我，是有多想念我这个女儿呢？原来竟是连我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呢。你是江宁儿。当年青天剑就说过，这丫头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降邪星，需要煞气极重的地方才能压制。自小就将她丢去义庄长大，不许她入府是太正确不过的事情了。有人说看到你跟3个男人深夜一起上山后一夜未归，我本是怕你做错事，才派人去接你，赶紧回府，你却如此行事，是不是做贼心虚？你给我老实交代，你昨天一夜到底做什么去了？你跟那3个男人何有行越矩之事？有呀，夫人要听吗？你还敢不承认？你叶氏本还想了许多逼问的话术和手段，却没想到江宁儿直接就招了。江宁儿，你还知不知道礼义廉耻？你可还记得你是国公府的第2小姐？你不说我还真忘了，毕竟我今日才知道国公府的大门长什么样，又怎么会知道礼义廉耻呢？你还未成亲就与男子苟且，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整个沛国公府的脸都会被你丢尽。所以呢，接下来你是不是该说我这样的没人会要了，只有替江一雪嫁给那个昏迷3年不醒的晋王，否则就只有进猪笼的命了。只见刚才还气急的叶氏一愣，很明显是被他猜中了。其实早在3天前，沛国公府就派了嬷嬷来游说他给长姐江一雪替嫁一事，只是被他明确拒绝了。可没想到他刚拒绝没多久就被人下了药。要说这2件事之间没有联系，他才不信。你既然明白，便乖乖嫁给晋王，这完全是为你好。为我好？哼！设计给我下药，再让3个莽汉将我接到山上让我失身，最后再美其名曰来句为我好。叶氏，你可真是比我想的还不要脸！你放肆！我可是你母亲。母亲？你也配？你简直就是个不知礼教的畜生！看来不给这丫头一点颜色瞧瞧是不行了。把人带上来。东乡是自幼与他一同在义庄长大的。江宁儿万万没想到，他竟一直是叶氏的人。看到托盘上盛着的物件后，眉间猛地一皱。你们把刘婆婆怎么了？刘婆婆是义庄的看守人，更是照顾她长大的人。托盘里的荷宝虽染了厚重的血，但她一眼就认出是她7岁时给刘婆婆绣的那个。哼，东乡，你告诉她，二小姐，你只是义庄长大的乡野丫头，能够嫁给晋王，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我劝你不要不知好歹，若不是夫人大度，凭你现在失了贞洁的身子，怎么可能嫁进皇族？夫人说过了，只要你嫁了，1个月后刘婆婆就会安然回到义庄。但若是你不听话，那老婆子年纪大了，能不能好好的可就不好说了。
江宁儿冷冷地看着东乡，此时已没有了寒心，只有无尽的冷漠。看什么看？你不过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别以为入了府你就真是二小姐了。就你这样的天降邪星，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上。你最好给我老实一点，要是敢不听话，那老婆子定会……你竟然敢踢我！我可是夫人的人！东乡便想爬起来，却被江宁儿又是一脚狠狠踩了下去。夫人教我！江宁儿，你想干什么？怎么，你还想造反吗？那婆子可在我手里。江宁儿听到这话，心中便是一软。对于叶氏的母女情分，她是完全可以不顾的。但是刘婆婆不行，那是从小到大最爱她的人，刘婆婆绝对不能有事。要我嫁可以，但不想江宁儿不知从哪儿变出一把短刀，便将东乡的右手齐腕斩断，一把扔到了叶氏的脸上。你这个逆女，叶氏，你给我听着，刘婆婆但凡少一根头发，我都要你拿命来偿。不信的话，你大可以试试看。你说什么？她真这样说了？千真万确，夫人就是被气急了才晕过去的。江一雪一回府就听到叶氏晕过去的消息。江宁儿这样做也太过分了，母亲才是她的生母，她怎可为了一个外人这样威胁母亲？这江宁儿粗野无比，根本就毫无教养可言。若不是我瞧见她跟夫人确实长得有几分相像，我实在都不敢相信这样粗鄙的人会是大小姐您这样气质之人的亲妹妹。那她可是安置在府上了？安置在西院啦。那母亲这边还有郎嬷嬷照看了，你先回吧。如此听来，用江宁儿这个粗鄙丫头配靖王那个废人，还真是绝配。还是小姐你聪明，想出让她尸身替嫁这个法子。我要嫁，自是要嫁给最位高权重之人。靖王是什么东西？想娶她，她也配？靖王的母妃本不过是一个陪嫁丫鬟，是趁着自己主子陈妃怀孕时用计上了皇上的床。虽如今也育有2个皇子，但靖王10岁时生了怪病，从此常年戴着面具。七皇子又是个残废，皇子也是分贵贱，但靖王和七皇子这般的，在他心里便是贱的那种。但是小姐，替嫁一事总会被发现的，到时候圣上会不会怪罪咱们呀？不过是个快死的王爷，谁嫁不是嫁？再说了，圣旨只说了是嫡女，江宁儿莫非就不是嫡女？这婚事江宁儿是替定了。说话间，小春瞧见了江一雪手里把玩的物件。哇，这玉珏可真漂亮！奴婢这么多年在府里，也算见过不少好东西，如此纯的翠玉，却也是第一次瞧见呢。江一雪低头看了眼手中的玉珏，这是她刚才经过西院门口捡到的。刚才嬷嬷说江宁儿住在西院，她便心中明了，这东西大概便是江宁儿。也不知道这乡下丫头怎么会有这么值钱的物件。这是本小姐近日买的。而另一边，刚回到府中，听完清玄呈报后，父皇为了一则谏言，就让我娶妻。回禀王爷，准确来说是给您冲喜。是玉亲王此次周游列国时遇到了高阳道人出关，偶得了2则谏言。一则便是说，只要您娶了沛国公府的嫡女，便能够苏醒，所以皇上才急忙下旨赐婚。秦君夜听到高阳道人时，还心中一惊，毕竟不周山上有仙高阳，可窥探天机，他也曾寻过法子，希望可以见一见这人。但听到这个预言后，他却又对这个所谓的仙人有些嗤之以鼻了。那另一则谏言呢？得真龙麒麟子，可得尽天下。原来如此。半年前，天启皇帝得了一种怪病，本沉寂多时的立储一事重新喧嚣而上。天楚国位于东方，属青龙，而正好朝中最炙手可热的2皇子和3皇子，当年因同一天出生，又遇天降祥瑞，便被父皇以麒麟2字分别命名。看来这则谏言意指立储人选。而这个得尽天下似乎不仅有继承皇位的含义，甚至有统一7国的意思。所以父皇只是为了验证高阳道人所言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灵，才急着让我按谏言娶妻。想必誉王叔也是这样想，才会向高阳道人突然问询我的事情。确实是如此。若晋王真的娶妻能行，也就意味着高阳道人所言非虚。到时候天启皇帝便只需考察2皇子和3皇子哪一个是高阳所说的那个能得尽天下的人，便可以择其立储了。赐婚旨意下达后，属下就一直让人在暗中盯着沛国公府，
结果发现国公府竟寻得了在乡下的嫡次女替嫁。王爷，要不您摘下面具去见见江大小姐，我想她定是以为您……清玄本想着江一雪定是以为秦君夜真如外面所说的面目丑陋、无才无能，不敢嫁。可明明他主子其实是所有皇子里不管容貌和才干都最出色的那一个。当年他确实一度昏迷不醒，但其实也只昏迷了1个月而已，之后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收养生息才一直装昏的。这3年来，他一直在暗中扩张势力，虽说现在离目标还有些距离，但若是以此契机醒来，势必会加深2皇子与3皇子之间的缠斗，对他而言是大大有利的。王爷，要不要想办法叫婚事不成？不必。那明日大婚那位替嫁的嫡次女，她入府后又该如何呢？既然不是江一雪，那便是无关紧要的女人。婚事一成，暗中杀了便是。翌日清晨，盛京街道10里红庄，不少看热闹的人都聚集在了沛国公府的门前。众人皆以为晋王娶的是国公府嫡女江一雪。2人，一个是臭名远昭的丑陋王爷，一个是盛名在外的绝美才女。于是围观的人话里话外多有讽刺晋王，为国公府嫡小姐表示惋惜之意。你们国公府什么意思啊？都什么时辰了，新娘子怎么还不出来？平白想让我们王府在这被人看笑话是不是？没有，哪里的话，定是小姐与夫人不舍分离耽误了，还不快进去催一催，快！嬷嬷稍等一下，让人去催了，定一会儿就出来了。你消气。2小姐虽只回来1日，可昨日切东乡手的事情已经传遍了全府了，那可是个不得了的主。张管家暗自祈祷，那位祖宗可别是到了这个档口出了纰漏才好啊。而西厢院里，陪嫁10万两，你也配？既然我不配，这婚还是让长姐来嫁吧。你就不怕我对那老婆子下手？哎呦，我好怕呀！那你难道就不怕晋王府的人等急了，现在就冲进来把你宝贝一雪带走？我可以给你5万两，10万两，1分都不许少。现在就给银票，不拿到银票我绝不上花轿。宁儿，10万两，你是要逼死为娘吗？是呀，你才看出来。这时小厮来传话，说外面人声鼎沸，已经等不及了。好，我给你，但收了这10万两，被发现后，你要说是你以死相逼，非要嫁给晋王的，并非是你长姐不愿，绝不可以让你长姐有半分污名，你知道吗？不知道，这10万只是我的陪嫁，但你们若是想我替你们隐瞒，那可就是另外的价钱了。看在大家亲戚一场的份上，给你打个折，封口费在8万。什么？这可是几乎能把江家掏空的数目啊！不好了，夫人，那喜婆已经带着晋王府的人冲进来了。成交。当喜婆冲进来时，江宁儿已经重新戴上了盖头，而叶氏则是哭得昏天黑地，几乎就要撅过去了。刘喜婆自认送嫁无数，还从未见过哪家母亲会哭成这般难过，像丢了命挖了干一般。王妃该启程了。走吧。晋王不能下床，礼仪都是由一只大公鸡代替。足足过了好几个时辰，江宁儿才被送入洞房。屋里的人一退，他便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感叹着成亲的麻烦。但很快目光就落到了床上躺着的那个男人身上。都说晋王是3年前秋猎落马导致的昏迷不醒，江宁儿也有些好奇，到底是伤哪儿了，能让人昏迷这么久？于是他坐到了床边，给床上的男人先搭上了脉。江宁儿不光是察觉他竟然身中剧毒，还发现这脉象十分熟悉，好像近日从谁身上也把到过类似的来着。他心中有了一丝狐疑，便伸手想要解下床上男人戴着的面具，可刚一动作，就有一直刚劲的力道扼住了他的手腕。你找死！怎么连抓着自己手腕的感觉和这句话都让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等等，不对，你怎么醒了？你找死！等等，不对，你怎么醒了？王爷，我是你刚进门的王妃啊！他挣扎着，盖头也随之飘落。敢替嫁，胆子不小。他万万没想到，怎么传闻是植物人3年的晋王根本就没事儿啊！说好的冲喜，说好的危在旦夕呢？这家伙掐自己的力道这么有力，分明现在危在旦夕的是他好吗？晋王殿下，你身中剧毒，每次毒发会白以尸骨般疼痛，不仅如此，还会如深
身处冰窖般寒冷，毒发最严重时，你甚至会失明、失心疯。看着那双阴沉可怕的桃花眼，顿而一震，脖子上的力道也明显松了几分。我说的没错吧？你查我？我没事查你这些干嘛？再说了，你真这么没用吗？随便什么人都能查到你的隐私。大哥，我是把脉把出来的，把脉你明白吗？我可以给你解毒。还会医术？见他软硬不吃，江宁儿不动声色就从指尖摸出一枚毒针来，正要刺向他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王爷，我现在是你的妻子，我绝对不会出卖你的，信我。刚刚急切敲门的人竟然直接破门而入，放肆！谁许你进来的？放肆！医学宝贝儿，快让我好好亲一亲，可想死你了。这位公子请自重，这里是晋王府喜房，还请你出去。秦君夜不过一个快死的废人，他一死，你这个做王妃的还要陪葬，你跟他有什么前途？还不如跟着我，我保证让我的医学宝贝儿每日潇洒快活，欲仙欲死。这个男人是谁呀？听起来像是跟他那个姐姐有什么私情的样子。姑娘，你不是江一雪，我在京城从未见过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公子都没告诉我你是谁，怎么还先问起我来了？我自然是……公子不用说，一切尽在不言中。他的指尖带着一丝香气，叫秦君奇光是闻上一闻就已经春心荡漾的不行了。姑娘，你好香啊！我还有更香的地方，公子想不想尝一尝？秦君奇只觉得面前这女子不仅好看，还十分的懂得情趣。不消片刻，屋内就传出了十分激烈的翻腾声。晋王真是可怜，新婚之夜，妻子竟然就跟二皇子……咱们这位主子，你又不是不知道，色急起来什么都不顾的。不过这个新王妃也是厉害，听得出来花招多呀。就在这时，屋子里适时的传出了江宁儿娇媚的声音：“奴家其实也不想嫁给那个废人的，奴家更喜欢公子你这样的。公子你别急嘛，你温柔一些嘛。哎呀，公子你怎么碰那里呀？那里不可以的啦。”两个侍卫听着酥到骨子里的声音，默契的拿出棉花塞在耳朵里。实则屋子里江宁儿可累坏了，她啪一个右边腿，啪一个左正蹬，打完一轮后，一把拽着秦君奇的领子，将他重摔在了桌上。怎么样，小女子伺候的公子满不满意呀？你说我比你的医学宝贝更带劲儿呀？那咱们再来一次。秦君奇彻底清醒，他张嘴想要叫喊，却无论如何都发不出声音来。屋外的两个人早就因为忍受不了这动静，躲到了几米开外去了。你敢对我动手，我可是……却被江宁儿一拳头打断。你他妈是个屁！秦君奇终于是昏了过去，江宁儿又踹了他两脚，见是真的没动静了，才站起身来，看向床上的男人说道：“我说我不会出卖你吧？这货我搞定了。晋王爷，你可以起来了。你知道他是谁吗？谁啊？不知道是谁你也敢动手，你胆子当真不小。不动手怎么办？难道他要轻薄我，我还主动脱衣服迎上去啊？你打的皇后嫡子二皇子秦君奇，他刚撞破了一个王爷的秘密，又揍了一个皇子，他运气不是这么好吧？皇后娘娘驾到！怎么办？我可是为了你才……可还不等他说完，就看到秦君夜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安详地躺了回去。我操，狗男人！最后，他决定给秦君奇嘴里塞了一颗药丸后，对他又是一顿猛捶。哪里来的当徒子，竟然敢跑到王府来撒野！看我不打死你！居然敢轻薄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晋王王妃！天哪！住手！快住手！母后，你来的正好。这个贼人深夜闯进我跟王爷的喜房，欲对我不轨，还好被我拿下，还请母后发落。晋王妃，你好大的胆子，竟然将二皇子打成这样！他怎么可能是二皇兄呢？他怎么可能是二皇兄呢？儿媳听闻二皇兄风流倜傥、高贵优雅，怎么会长得跟头猪一样？母后，你是不是认错人了？你竟然敢说二皇子长得像猪？我儿明明……皇后看了眼自己儿子如今的模样，后面的话也实在是说不出口了。就在这时，秦君奇醒了过来，伸手想要拉着皇后的衣角喊救命，却不想江宁儿一个箭步抽上前，几个巴掌啪啪啪的打到他脸
上。皇后娘娘的衣服你也敢扯？你这个登徒子实在是胆子太大了。琪儿，母后，儿媳是怕他伤害你。莫非他真的是二皇兄？和二皇兄明知道我是晋王的妃子，怎么还敢对弟妹如此？晋王妃，此事想必是个误会。你打了皇子是重罪，这事儿若是传到皇上耳朵里，怕是对你和江家不利。吼吼，还可以对江家不利，那他可要再多说几句。母后，我打了二皇子，或许是我不对，但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而且，难道他对我动手动脚，我要听着认知都不能自保吗？二皇兄还对着我说了许多的下流话呢。他说要带我回去做妾，每天要让我欲仙欲死，还说你住嘴！他说每天要让我欲仙欲死，还说你住嘴！都愣着做什么？还不给我先堵住他的嘴，不许他再出声！皇后好大的脾气，这是要堵谁的嘴啊？皇上，这是发生何事了？回禀皇上，是晋王妃重伤了二皇子，还出言顶撞本宫。本宫正要将晋王妃拿下，治他不敬之罪。但臣妾怎么听到刚才晋王妃喊着动手动脚、自保什么的？皇上，还是臣妾听错了？说话的正是三皇子的生母于贵妃。皇上，您别听晋王妃乱说，她刚嫁进来，什么都不懂。别说晋王妃不懂，连臣妾也不太懂了。新婚夜，二皇子一个人跑到弟弟婚房来，这是个什么规矩啊？于贵妃，这里有你什么事？轮得到你说话？哎呦，皇上你看啊，皇后这是不仅要堵晋王妃的嘴，还要堵臣妾的呢。你来说，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皇上，琪儿向来为人敦厚亲和，听闻晋王大婚，她特意寻了东海的龙顶珊瑚，就是为了送给晋王恭贺新婚的。但晋王昏迷，她只有将祝福带给晋王妃，所以才来此的。是晋王妃误会我儿好意，还将她打成了这样，还请皇上明察，还琪儿一个公道。江宁儿装作乖巧的低着头，盘算着药力发作的时间。应该差不多了。见江宁儿不作声，皇后以为她应该是吓到不敢再言语。琪儿的品行那是有口皆碑的，皇上您是知道的，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呢？怎么会对兄弟的妻子做出如此失德的行为？陆皇后话还未说完，就见本被打得昏迷过去的秦军旗摇晃着站了起来。琪儿，你快跟你父王解释一下，你刚才没有轻薄晋王妃，是他污蔑你的。宝贝儿，大爷我来啊！来，大爷我亲亲。快拦住他！三个最近的侍卫得令过来阻拦，却被秦军旗一拳一个打飞。最后是10个侍卫一起用重兵才将他压制在了地上。亲，快让我亲亲！小爷我保管让你爽死人间！最后是被侍卫一掌劈晕，才终于老实了。呼声！皇后，这就是你说的礼爱兄弟，尊敬长辈。皇上，我他秦军旗连朕的妃子，自己的母妃都敢下手了，他还有什么不敢的？皇上，此事有古怪啊！琪儿平常是念书比较多，文弱的很，怎么可能突然这么大力，连侍卫都拿不下？定是有人给他下了药才会如此的，还请皇上明察。于贵妃本还想趁机多踩二皇子几下，可一听到这话，她以为是自己下的药才让秦军旗如此，心想如果皇上真的彻查的话，最后不得查到他这儿来。皇上，要不这事还是算了，若是真要彻查，那臣妾和晋王妃的名声岂不是……刚才秦军旗发狂的样子，晋王妃一个小姑娘就能制止住？天启帝琢磨出了一些蹊跷。晋王妃，父皇母后，叶儿，你竟真醒了！秦君夜艰难地撑着身子坐了起来，看着极其虚弱。你过来，你快扶本王下床，我要给父皇母后行礼。不必，你就在床上躺着。晋王妃，你赶紧扶晋王躺好。小犬子，快宣太医来瞧瞧，快！徐太医，一路你摔了多少回了？哎呦，这是怎么了？太医大冬天的怎么流这么多汗呢？晋王爷等朕醒了。自然是真的，皇上这不就是为了这事宣您吗？怎么王爷醒了，您不开心？许太医想着这3年来他的所作所为，哪里还开心得起来？他每一次治疗时，其实都偷偷的在银针上抹了慢性毒药。算着剂量和近日晋王的脉象，他推断晋王断气儿就是这2日的事情，不会出错。怎么可能醒了呢？从进屋开始，他就宛如一只受惊的仓鼠，牙关打颤，脆弱不堪。
晋王一直是你在照看，他现在到底如何，是否无碍了？臣也不知道。臣一直以来给王爷把脉，都是觉得王爷虚弱无比，但今日的脉象确实强健了许多。臣也不知是何缘故，想必定是王妃的功劳，定是王妃是大夫之人，一入府，王爷便醒了。叶儿，你刚才刚睁眼，如何就认得这是你的王妃？回禀父皇，儿臣中午时便能听见一些声音，而后就听到一个年轻女子在我耳边一直说话，说她是嫁给我的王妃。如今屋子里穿喜服的年轻女子也便只有她了。中午正是新娘子花轿入府的时候，看来当真是王妃的大福啊！或许真是天意，看来高阳道人所言非虚啊。朕记得江家嫡女不是秀外慧中、贤惠得体的吗？不敢欺瞒父皇，儿媳名叫江宁儿。哦，你不是嫡女，江一雪。儿媳是嫡次女，是自幼养在乡下。不爱，江宁儿赐皇家玉蝶。皇后闻言一惊，皇上竟然还赐玉蝶，这意思是不打算追究她殴打琪儿了？这个死丫头，就算她今日逃过一劫，但她打琪儿这仗，改日定会与她算清楚。天启帝又看向秦君夜，你的王妃今日当众殴打你二皇兄，朕念的是初犯，还不懂规矩，这一次就饶了他，但今后你要好好管教，若再敢有下次，朕便连你一并罚，听明白了吗？儿臣谨记。目送天启皇帝等人彻底走远后，江宁儿才将房门关上，松了一口气儿。事情解决了，我靠！秦君夜的长剑架在了江宁儿的脖子上，但与此同时，江宁儿手里也握着一把刀，正抵在他的下身。敢动，杀了你！而江宁儿也不遑多让，仰着下巴回敬切姬警告：敢动，我切了他喂狗！你不敢？嘿，我还……晋王殿下，你既然知道我不敢动，你也就该知道我对你没有恶意。我今日是有机会出卖你的，但我没有这样做。而且刚才皇上当着所有人的面赐我玉蝶了，就算你对我不满意，我们也已经是绑在一起的人了。你若真杀了我，你也不好交代，不是吗？晋王殿下，怎么说我也是大美女一个，带我出去你也不丢脸，留我下来对你有好处的。这丫头好像确实长不错。心中这样想，他嘴里说出的却是：大美女，就你。秦君夜，你可以不满意我，但你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而且你有没有良心？如果不是嫁给你，秦君齐就不会对我耍流氓。要不是本姑娘英勇神武，现在就被那人渣糟蹋了。我现在得罪了二皇子和皇后，都是为了保你。我没找你负责就不错了。你还……话还未说完，一连数十发的暗箭便划破虚空，朝着江宁儿和秦君夜袭来。别乱动！秦君夜一手抱着他的腰，一手在虚空之中挥出一掌，一声巨响，10数根暗箭在空中尽数爆裂开来。这内力好强啊！这样的内力，若是刚才跟他对招时，哪怕使出一星半点，恐怕他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意识到这一点，江宁儿马上察觉出不对劲儿，所以刚才这家伙根本不是想要杀他，而是试探他是不是会武功。秦君夜这个贼老六，竟然害得他差一点就使出真本事了。殿下，你没事。一进来便看到秦君夜是单手抱着江宁儿的，二人眼里的讶异程度一点不亚于此时的江宁儿。要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们家主子还从未跟任何一个女人走得近过，更别说还抱着了。黄雀带王妃去贵心小院。这狗男人是暂时不杀他的意思了？还不走，想留下来侍寝？谁他妈要给你侍寝啊？殿下，您刚才为何要替他拦下？刚才明明有机会杀了他的，您不是说要……秦君夜捂着胸口，只觉胸腹里的涌动叫他痛苦无比。刚才吓唬江宁儿赶紧离开，也正是因为不想被他看到。快去把瘟疫找来！王爷吩咐了，今后这里便是王妃的院子。行了，我要歇歇了，你回吧。确定黄雀走远后，才从腰间拿出了一封带有李雨楼印戳标志的密函。其实秦君夜说的没错，他确实是查过他，他那么爽快的答应嫁，也并不全是刘婆婆这一个缘由。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一直在找的一样东西，近日得到消息就在天楚皇室，所以此次出嫁他也是顺水推舟。他一页一页地翻看着晋王的资料，生怕是自己之前有看漏什么。直到最后一页，关于晋王的现状写着昏迷3年，命不久矣这8个字时，妈的奸商！这种虚假的消息，李雨楼居然还敢跟他收1000两银子。哎，你本来就已经许久都不用内力了，怎么今日会控制不住了？我来时听说二皇子在你府上被打得老惨了，莫非是你用内力打的？不是我，不是你。这个王府里除了你，还有谁可以对二皇子动手还能全身而退的？哎，那是谁这么心地善良干的大好事啊？这可真是给你出了口恶气啊！当年如果不是二皇子他们给你下的毒，你也不至于把身子弄成这般。回想起那张皎洁灵动的小脸，秦君夜看向温逸的眼神凝重起来。你的改脉术今日有人看破了。乱讲！改脉术可是我爹这个一宗宗主亲传给我的，且就传了我一人，我敢说这个世上面绝对不可能有第3个人可以看破。你们那个许御医号称天楚国医术第一，这3年来不也丝毫没有察觉到吗？你是被人诓骗了吧？哎，不对，若是我偶像降临，想必他定能看破。自从3年前中毒后，他便一直饱受其害。温老宗主告诉过他，他中的毒名叫噬魂，此毒古怪非常，非鬼医将离不能解。而后他便出动了所有的力量去寻找这个传说中的鬼医，甚至为此取鬼医的名字中的离字，创办了李雨楼。可如今李雨楼都已在3年间发展成凌空大陆最大的情报基地，可哪怕如此，都连这位鬼医到底是男是女都不得而知。今日施针过后，你切记不可再乱用内力了。当年鬼医只将鬼手13针交给我爹七世，这七世虽能在3年前护住你的心脉，可也保不了你太久。等我爹出关了，我就回一宗找他，看看能否联系上那位鬼医为你医治。王爷查过了，她确实就是江家嫡次女，这是搜集来的关于江宁儿的所有资料。查到可有说她会武功和医术？说是在村子里招猫逗狗的倒是常有，武功和医术确实从未听说过。不过有住在义庄附近的人说过，他从小就是村里的一霸，老打架倒也一直没有败绩就是了。殿下，那个江宁儿还杀吗？秦君夜早就决定要借大婚醒来一事，故意应验高阳道人的那则谏言，好来激化日后2皇子和3皇子的争斗。他说的没错，今日这事过后，他若真的这么快死了，我也不好交代，暂且留他在府里派人盯着，说有任何异样随时向我汇报。他那时替他拦下了案件，是因为江宁儿叫骂他没良心时的语气，竟让他想起了那夜那个神秘女人。怎么，你似乎是在怕本王要他性命？本来今日之前属下是不认可替嫁一事的，但却不得不承认，江宁儿今日这一下简直打进了王府上下所有人的心里。晋王自幼便被各种欺压，皇上的偏心，母妃的无视，都让他过得无比的艰难。特别是昏迷的这3年，王府上下心里都憋着一口气儿。此时脑海里也回想起当时他揍秦军旗的画面。哪里来的登徒子，竟敢跑到王府来撒野，看我不打死你！居然敢轻薄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晋王王妃。不得不说，那丫头确实胆大包天，可她也不得不承认，她确实看得很爽。王爷，他今日打了2皇子，会不会连累到我们王府？连累？本王在他们眼里本就是眼中钉，还会怕一个女人连累？属下是怕皇后和2皇子会趁机找王爷您的麻烦。既然本王决定醒了，便做好这个准备了。王爷，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计谋没成，母妃被辱，老三此时定会心中憋屈，让人把2皇子收受漕运贿赂的消息透一点给老三，同时也弄出些马脚来，让2皇子今日酒中被于贵妃下药的事情，想办法也让皇后查到。这样也2、3皇子互咬起来，便没有心思再来找王爷的麻烦了。这还只是开始，老2、老3当年一起设计我与君行的仇，本王定会一点点讨回来。沛国公府里，你说什么？庆王真的被冲洗冲醒了？你可是亲眼所见？
回禀夫人，我虽没有见到，但是今日参加过宴席的宾客无一不是这样说的，想必不会有错。他们还说什么？许太医把脉时说，是二小姐这个天降福星，才让晋王醒过来的。皇上听了后非常高兴，不仅不追究替嫁一事，还当场赐了他皇家的玉蝶。她不过一个失了身子的乡野丫头，她有什么资格入皇家玉蝶？要江宁儿替嫁一事是他自作主张，至今没敢让人通报远在徐州的国公老爷。他心中一直藏着一个秘密，江宁儿根本不是他的亲生女儿，而是那个女人生的。要知道，当年他把江宁儿这个丫头送去义庄时，老爷就是100个不愿意的。叶氏本是想着，若是计划顺利，等老爷回来时，江宁儿早就因为冲喜不成而陪葬了。可现在，江宁儿不仅不会死了，他还掏空了沛国公府的家底儿，给了江宁儿18万两银子。一雪，这可怎么办才好啊？18万两银子呀！你爹回来要是知道了，定不会饶了我。母亲与我说有何用？是你被那乡野丫头几句话就唬住了，把钱给了她，我又能有什么办法？我这还不是为了你，生怕那喜婆发现替嫁，将你抓去靖王府。我本想着靖王不过就几日的光景，等靖王一死，那江宁儿按规矩是要陪葬的，那他死后银子还是会回到咱们这边，我才给他的。一雪啊，你不能不管娘啊，你可一定要给娘想想办法呀。娘，你糊涂啊，你都说了，她不过是一个失身的乡野丫头，若是宫中知道了此事，还会让她进皇族吗？意思是江一雪在叶氏耳边言语了几句，还是一雪你聪明，就按你说的办。翌日一早，宫中就来了队伍，声势浩大。按祖制，皇室赐婚的第2日，新婚夫妻是要进宫谢恩的。皇后美其名曰说是怕晋王刚醒，身子不好，用宫里最顶级的紫金软轿来请。但秦君夜一下便明白了意图，这是不给他借口推脱进宫啊。就算是大病刚愈的大臣，皇上也会让人多休息几日再上朝。更何况王爷你昏迷3年，刚醒几个时辰，竟这么快就逼着您进宫谢恩，皇后也太欺负人了。王妃呢？好像还睡着吧。随我去贵心小院。来到贵心小院，刚一进门便是一愣，江宁儿昨夜竟不是睡在床上，而是睡在临近房门的贵妃榻上，且睡姿极其不佳，被褥都踢到了地上不说，衣角裙角也是飞扬开来的。秦君夜皱着眉侧过头，本不想多看，可当他闭上眼睛，闻着房间里那股似曾相识的幽兰香气时，那一夜的种种竟不自觉地往他脑子里冒，心中觉得奇怪，莫非是那日那个媚药竟真的强悍到如此地步？已经过去了几日还有影响，他已经2次光是看着江宁儿便想起那夜的女人了。秦君夜刚这样想着，一个砖头伴随着一句给我死。爱妃好雅兴，刚刚新婚就想谋杀亲夫。原来是王爷呀，我还以为是什么贼人呢。你把晋王府当什么地方？大白天怎么会有贼人闯进你房里来？这可不一定，昨夜在婚房里不是还有那么多案件朝我而来吗？我怕万一有人不想我活，又半夜暗杀我可怎么办？王爷，你说是不是啊？他是看出来昨天的案件是他安排的了。所以你不睡床上是为了防止人暗害？那是自然，门口有动静，我能比较快醒过来吗？说着，江宁儿又用脚将地上的被子踢开，露出里面藏着的砖头给他看。我想害我的人如果是个男人，看到我这种美女，怎么都会忍不住多瞧几眼，考虑一下舍不舍得杀我。而我呢，就可以趁着对方好色分神的片刻，拿砖头砸死他。王爷，我说的好色之人可不是你，王爷可千万别多想哦。王爷这么正气凛然的人，怎么可能看到我露一条腿就愣神呢？江宁儿看到秦君夜一脸黑沉的模样，只觉得心中爽极了。谁让这家伙昨天3番2次对自己动手，他怎么也得讨回来几分。但是他也是懂得分寸的，趁着他发脾气，赶紧转移话题。王爷来找我有何事啊？皇后召我们进宫谢恩。谁？皇后。谁料江宁儿听到这话，毫不犹豫地躺了回去，大被一盖，翻身一滚，背向秦君夜，开始打鼾。你以为装饰有用？王爷昨天不也是听到皇后来了就躺了吗？我只是学王爷的而已呀。秦君夜他发现了这个女人一个要命的特质，就是要命的记仇。江宁儿躲在被子里闷声说道：
王爷尽管去给宫里的人回话，就说我头痛、脚痛、身体痛、抽筋、手麻、胃溃疡，去不了。但是说完，他又觉得不对，怎么能这样咒自己呢？算了，王爷，你还是说你昨夜一夜7次牢，要得我下不了床好了。总之，你想说自己一夜多少次都行，我不会戳穿你的，能够让我不去见皇后就行。当真不肯去？不去。那好，可别后悔。下一秒，秦君夜竟然跟他躺在了一起。我靠，这家伙要干嘛呀？他只是允许他可以对外那样说，可没说过允许他真的可以那样做呀。然而秦君夜的手掌轻轻地顺着他的手臂而下，他不知道为何整个人惊得完全不敢动，直到手腕被人握住，咔嗒一声金属脆响。我靠，9转玲珑镯！9转玲珑镯一旦戴上，没有钥匙便是取不下来的。秦君夜，你个老六，你什么意思？你对我下同心蛊，我昨夜帮你，你就这么对我？你……话还没说完，江宁儿就觉得心中一阵绞痛，整个人都跌在了地上。没想到爱妃出身乡野，不仅一眼就能认出世间少有的9转玲珑镯，甚至还能知道镯子里装有同心蛊。看来本王昨日确实太小看你了。那爱妃想必也知道，戴上装有同心蛊的玲珑镯，若是会觉得绞痛，是因为什么？因为爱妃刚才对我动了杀心。就在二人眼神对峙之间，屋外传来了敲门声，说是时间不早了，宫里在催了。我只给你1炷香的时间，穿戴好出来。江宁儿对秦君夜没了戒备心后，胸中的绞痛感觉也随之消失了。同心蛊就是被下蛊者必须与施蛊者同心罢了，反正这蛊死不了人，而且他也定会想到法子将其解掉。1炷香过后，穿戴好了，王爷觉得如何？穿戴好了，王爷觉得如何？不如何。死傲娇，画一句好看是会死是吧？然而他不知道，因为这一眼后，他便在心里盘算好要去好好整顿一下李雨楼了。李雨楼昨夜送来关于江宁儿的消息，上面赫然写着胆小村妇、貌美无知的定论。可如今在他看来，除了貌美2字，其他的根本都不符合。王爷，先等一下。王爷，这个该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就是算了，看这秦老六的样子，就是个钢铁直男，与他多说无益。小哥哥叫什么名字啊？属下名叫黄雀。那黄雀你来，把手给我。却不想下一瞬，江宁儿袖中古刀飞快地在他掌中一划，再用白帕一舞，血珠瞬间就染红了许多红花。王妃，你这是干什么？还能做什么？你家王爷昨夜自己过的夜，我哪来的血？怎么，你想让宫里人说你家王爷不行啊？你怕宫里验你的身？王爷，我打了2皇子，今日随王爷进宫后，皇后必定会想方设法刁难，甚至陷害我。就算验出我是处子身，皇后也有法子说不是，然后治我的罪。就算验出我是处子身，皇后也有法子说不是，然后治我的罪。又或者证明了我是处子身，又以我不受王爷宠爱为由编排我们进王府。总之，目的都是为了打王爷你的脸和叫人看我笑话。所以还不如直接将喜帕呈上，既堵住了皇后的口，又能让大家觉得王爷宠爱我，王爷也不用受人画饼，对我们2个都好，你说是不是？秦君夜以为他还是在介意昨日皇后来时自己没有帮他的事情，他却不知，若不是他当时及时醒来，打断了天启帝的思绪，或许天启帝不久便会想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他才更危险。王爷不好了，王府门前出事了！这时，府外传来一个男人的高喊：小宁儿，15夜翠微山破庙里发生的事，你都忘了吗？莫非真的是那夜那个男人来找他了？发生何事了？回禀王爷，说王妃她与人有染，告状的人呢？你说的江宁儿可是晋王府的王妃，可休要胡说。我没有胡说，是江宁儿她说对我心生爱慕，说马上要嫁给晋王了，就不干，所以要在婚前把身子给我，于是跟我有了一夜。你这话空口无凭，可有人证？当然有。他之前一直住在义庄，义庄附近很多人都看到他夜里与我去了山上。听说他一出生就被册命说是天降邪星，才被送到义庄镇压他的邪性。天啊，义庄那种堆死人的地方得多脏啊！地方脏也没有人脏啊！一个姑娘家婚前竟然就跟男人搞到了一起，真是不知羞耻。王妃莫非真的和那个男人？
秦君夜瞥了他一眼，假的。王爷的意思是说，今夜是故意有人毁坏王妃名声。但凡说的时间和地点有一个不同，或许秦君夜都会即刻怀疑江宁儿真的与他人有染。可不巧，15夜翠微山的破庙上的男人，分明就只有……那怎么办？王爷，这可事关王妃清誉啊！昨夜他翻看李雨楼查到的资料时，也微微吃了一惊，因为国公府虽然表现的对外仁善，但对江宁儿这个二小姐可一点都不仁善。甚至可以说，他从小到大的处境之艰难，竟与他有几分相似。父皇偏爱二皇子和三皇子，对他弃如敝履。不怎么办？看着，看着。晋王府不养无用之人，晋王府不养无用之人。既然是冲着他来的，他就有义务自己摆平。若是搞不定，晋王府也没有留他的必要。王爷，奴才本是奉皇后之命来迎王爷和新王妃入宫的，没想到竟会遇到这种事情。为保皇家名声，还请王爷决策。王妃可有话要讲？那夜虽黑，但他也看得出那男人的长相身材都十分的优越不说，气质更是金贵无比，否则他也不会忍不住把人给睡了。所以啊，他其实一眼也看出那人是假的。王爷，不贞不洁毕竟是大罪呀，就算是皇上亲自赐婚，可也不会允许皇家有这样子的人存在。也许他现在肚子里都已经有了那个男人的孩子了。王爷现在唯一能够摆脱这份屈辱名声的办法，怕是唯有大义灭亲，解决了王妃才行了。毕竟这个女人太……你敢打我？我可是皇后娘娘的人。我打你还需要挑黄道吉日吗？你什么你？你不过就是一个狗奴才。王爷问我话又没问你，如此不守规矩，我就是教训你又如何？晋王，此女不仅不守妇道，还如此粗鄙不堪，你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叫人将她看押审问？审问？不如我先来问问林公公。我听说二皇子可是经常在深夜把林公公叫到房间去做些不可描述的事情呢。甚至还有人说，二皇子至今未有娶妻，都是为了林公公你呢，可有此事呀？他怎么知道我跟二皇子有？你胡说！你哪个眼睛看到的？那你有哪个眼睛看到我与那个男人首尾，就要看押审问我？就算我真的犯错要被审问，也轮不到你一个阉人来指手画脚。你把晋王府和赐我玉蝶的皇上放在哪里呀？还是说你觉得跟着皇后便可以凌驾在皇上之上吗？你要是身正不怕影子歪，就自请去宗人府，让人证明你的清白就是了。在这里欺负一个太监算什么？分明就是心虚。刚才是哪个王八在放屁呢？你说谁是王八呢？来人，谁应声给我打谁！从刚开始就一直是他们在人群里乱带节奏，他们专挑最疼却最不要命的地方下手，揍得十分用心。还有谁也想试试？晋王妃，你这是做什么？这个人不过是帮我说了一句话，你这是要用暴力堵住所有人的嘴吗？不是公公你说的吗？皇家声誉绝不允许人玷污，我如今还未被废，就还是皇家的人。他说我就是侮辱皇家，难道不该按例责罚吗？王爷，他分明就是心虚，这女子是临时替嫁，根本未有验身，说不定真的就非处子身。王爷断不可因为他冲洗把您冲醒了，就被这样糊弄。林公公话还未说完，就被江宁儿一巴掌扇了上去，紧接着就是一顿暴揍。你说谁冲洗？谁要死了？你敢咒我们家王爷？你个臭阉人！我不仅打你，我还要撕烂你的嘴！王爷救我！救我呀！闹够了吗？他就知道晋王肯定会护着他。王爷，此女卑劣不堪，他还给你戴绿帽子，定不能轻饶了他。父皇说的没错，你确实不懂规矩，哪有王妃亲自动手的？来人，林公公对王妃不敬，杖责10棍。晋王，皇后娘娘定不会放过你的。还能喊，证明打得不到位，加大力度。江宁儿先是远远看，便觉得这男人有些眼熟，如今走近后，他便认出来了。那日沛国公府找了3个莽汉将他带山上去，他醒后用毒将其中2人化成一滩血水，还剩一个男人则仓皇逃走了。而今日这个就是剩下的那个人。哼，
就是你，说与本王妃有染。男人一看到江宁儿，便想起了上次自己2个兄弟死时的恐怖模样，吓得有些双腿打摆子。他也不知道为何明明他们没有成功，沛国公府的人却偏说他们办成了，还给了大把的银子，并还让他们来王府前闹事。宁儿，你说过你只爱我一个人，你不嫌弃我是马夫出身，还说要跟我私奔的。那一夜你主动要献身给我，我这么爱你，为什么你竟如此负心，还是嫁给了晋王？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确定我与你共度春宵？我确定。